离开侯府8年，我养过3个孩子，一个引刀自宫，成了众人畏惧的9000岁；一个巾帼不让须眉，是御前最有权势的女官；还有个心狠手辣的落魄皇子，干翻一群兄弟，做了东宫储君。什么？你是我的孩子？不错，我如今官至侍郎，母亲大人高兴，命我请你回去一叙。如今看到我这般出息，你可后悔当初抛夫弃子？我抬手想摸摸面前那有些陌生的脸。放肆！我乃裴家世子4品侍郎，别拿你的脏手碰我。我不气也不恼，娘走的时候你还没桌子高，如今都长成小伙子了，4品侍郎倒也是极好的，虽比不上你那3个兄弟，倒也算得上是青年才俊。如今裴府双喜临门，我升迁侍郎，又赶上母亲大人生辰宴，设宴款待宾客。祖母如今病情愈发严重，想最后见你，这才命我亲自来寻你。我想起当初那位平易近人的太夫人，那位唯一心疼过我的婆母，终究还是点了点头。她嫌弃地打量着房中略显寒酸的摆设。你这些年流落乡野村舍，是不是早就想念裴府的富贵了？让你开开眼界也无妨。可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回去之后不该有的念头不要有。裴家永远只有我娘一个主妇。我看着裴伦冷漠的脸，思绪仿佛飘回了当年。夫君一脸冷漠。伦儿有了新娘亲，府上也有了新主母，这裴家早就没你位置了。我伸手想最后摸摸孩子，他却缩回继母怀里。我害怕。眼下裴伦冰冷的眼神与那时一般无二。你放心，只是叙旧。算你识相。等他走远，我拿起桌上那封宫里送来的信。裴家是生是死，皆由母亲定夺。7日后锦衣卫包围裴府，只要母亲一句话，便将裴家满门抄斩。回府那天天气正好，我刚踏进府门，便迎面遇上沈昭。她是裴伦口中的娘，也是当初把我挤出裴府的第3者。姐姐来了，8年不见，姐姐还是那么漂亮。伦儿，去给你称一道茶。她故意把称一2字念得极重，眼中还带着几分挑衅的味道。我看到裴伦脸上现出几分不忿，却还是点头应承下去。一路舟车劳顿，可还住得习惯？府里上下都已打点妥当，称一有任何需求，只管开口便是。这府里上上下下的事，可都等着我拿主意呢。琛姨。沈昭跟我聊着家长里短，言辞得体又不失条理，俨然一副当家主母的派头。姐姐稍后，我去便会。可隔着墙将传来一阵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的声音。母亲对她也太客气了些，一个乡下来的蠢妇，哪里配合我裴家这么好的茶？好歹是你生母，总不能让外人说我们裴家和他那乡野村妇一样不通礼数。母亲放心，他要敢有非分之想，儿一定替母亲出头。伦儿长大了，真是娘的好孩子。我冷笑一声，将手里辛辣苦涩的劣质茶水一饮而尽。8年了，沈昭一点也没变，还是喜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昔日伦儿罹患怪病，遍寻名医也无济于事。云游的老道士说，夫人与贵公子命格相称，若想救他性命，唯有母子分离，再无相见。于是我出家3年，日日替伦儿祈祷，她的病境真的有了好转。可回到裴府时，一切却变了模样。姐姐，我并非有意要夺你位置，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家。是啊，夫人，我与沈昭也是情难自容，你何不大度些，就当是为了孩子。离家3年，我的夫君变了心，孩子认了别人做娘。偌大的裴府，我竟成了那个外人。收回思绪，我趁着间隙去太夫人那里看望。云琛，是老身管教无方，是我裴家对不起你。老身知道裴家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，我没脸奢求你出手相助，只求你能顾念旧情，替老府收尸。我敏锐地觉察到他额角上那抹淤青，那分明是被人打的。母亲脸上为何有伤？不碍事，这把老骨头不中用，前几天不小心磕着了。我的脸色迅速沉下去。沈昭干的？太夫人脸色一变，嘴唇微颤，眼中掠过几分恐惧。
虽未明说，我心里却已有了答案。沈昭的生辰宴布置得格外气派，宴席上人头攒动，祝寿的礼物堆成了小山。虽说裴家一代不如一代，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京中权贵多少要给个面子。我赶到时，听到钱裴秀开口：“夫人为我裴家日夜操劳，能有这等贤妻，真是我裴秀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这夜明珠乃我花费千金寻得，只为给夫人祝寿。”我还听见裴伦兴奋的声音：“娘，孩儿此次入宫，干了一件大事，我给娘请了诰命夫人，陛下准了。”当真，果然是娘的好孩子。我默默听着，将指尖攥得发白。8年了，沈昭还是惦记着他的位分。当初离府之时，裴秀驱车赶来，我一度以为他回心转意，可他却递来一封和离书。签了这和离书，沈昭才能名正言顺地入我裴府，我才能向圣上替他请封诰命，他能受封诰命夫人，将来荫庇子孙，对裴家对孩子都好。对我好吗？裴秀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那我呢？该给我什么？无数目光汇聚在我身上。裴秀愣了片刻，原来是旧相识，当初不是挺硬气的？莫非外面日子太苦，想回裴府安享富贵？也罢，我裴府家大业大，不差你一双筷子。裴大人还真是自作多情，安享富贵，富贵在哪儿？当初我还在时，裴家尚且是荆州豪门，怎么8年不见，这么拉了？当初你抛夫弃子离家出走，昭儿担惊受怕的吃不下睡不着，裴家的颜面都被你丢尽了，如今还有脸回来？夫君别这么说，都是过去的事，我已经不怪姐姐了。随即他挽上我的手，满脸情真意切。既然姐姐回府，我也该把一切都还给姐姐了。这主母之位理应是你的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他这是在以退为进。母亲，如今你和他身份云泥之别，何必跟着乡野村妇徒费口舌？若非母亲开口，你哪有资格来参加寿宴？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心思，不过是想攀附裴府，贪恋荣华富贵，再这般不识好歹，休怪我不念骨肉亲情，把你赶出门去。我心中一阵悲凉，我的亲骨肉，如今却对我面目狰狞，宛若仇敌。不用猜也知道，沈昭这8年里都教了他什么。老爷，宫里的人来了。娘，这一定是册封的圣旨，你马上就是诰命夫人了。沈昭一脸欣喜，匆匆整理仪容，两列锦衣卫鱼贯而入，一个阴柔俊美的男子被簇拥着走来。9000岁沈烈，朝中最权势滔天的大宦官。裴大人，咱家给你报喜来了。陛下手谕，裴家主母云琛贤良淑德，特封2品诰命夫人。大人，这一定是弄错了，我母亲名叫沈昭，不是这个村妇。怎么，你的意思是，我沈炼的娘封不得这个诰命？千岁，这女人只是个村妇，哪能和您有什么关系？放肆！沈炼的声音冷硬如刀，惊得裴秀、裴伦父子浑身一颤。裴世子是不是想说咱家糊涂了，胡乱认人做娘？你好大的胆子！下官失言，求千岁恕罪。沈炼冷哼一声，走到裴伦跟前，慢条斯理地整理着袖口，语气里听不出喜怒。你听好了，诰命夫人云昭是我沈炼的养母，她有没有资格踏进你裴家的门？有资格。这一巴掌是替母亲教训你这个不孝的畜生。把陛下御赐的鸡毛掸子呈上来。母亲，这鸡毛掸子乃是陛下亲赐，专打不孝子孙。今天孩儿便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疼。话音刚落，锦衣卫便一拥而上，将裴伦按倒在地。沈炼将金掸子递给为首的锦衣卫，给咱家狠狠的打。那纯金打造的骰子重重抽在裴伦身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第一下，他闷哼一声，咬着牙没叫出来；第二下，他额头上青筋暴起，喉咙里强忍着颤声。等到第10下的时候，裴伦终于支撑不住，惨叫声响彻正厅。千岁饶命！千岁饶命！裴秀看不下去，扑通一声跪伏在地。
大人手下留情，伦儿她还是个孩子啊。疼吗？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如今只有诰命夫人能救他。裴秀跪在我跟前，母亲，这小子是杀是剐，你说了算。云晨，你再不求情，伦儿就要被打死了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却激不起一丝波澜。裴大人，我一介乡野村妇，何德何能替裴世子求情呢？伦儿，快跟你母亲认错！我看到沈昭脸上掠过一丝恨意，却很快将情绪强压下去，扑到我脚旁求饶。姐姐，有什么气你冲我来？伦儿她是无辜的，主母之位、正妻之位，我都可以给你，求你让他们收手。在场众人见他这副模样，无不动容，我却冷哼一声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在假惺惺的演戏，他就是要让众人看见我这个生母多么恶毒，他这个养母却把孩子视若己出。母亲，饶命！我走到他跟前，按住锦衣卫的手。歇着吧。裴伦脸上现出惊喜之色，却被我接下来的话兜头浇下一盆凉水。我亲自来。我看到他眼睛瞪得溜圆，随即转为愤怒。你想做什么？伦儿，不知道沈昭教没教过你棍棒底下出孝子？这一下打你目无尊王，这一下打你善恶不分。从小到大我没教导过你，害你成了现在这副模样。今天我便让你长长记性。他毕竟是我的亲生骨肉，终究还是狠不下心来。沈炼适时的开口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戏谑。裴世子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谢恩？裴伦死死咬着牙，眼中的恨意几乎要溢出来。谢过母亲。声音清清楚楚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。裴世子，咱家奉劝你一句，不过是个四品侍郎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随即他笑眯眯地看向我，一改先前的冷硬态度。母亲保重，孩儿朝中还有事务，改日再来探望。自那日后，裴府众人便收敛了许多。裴秀将我安排到太夫人临近的房间。母亲时日无多，麻烦夫人多住些时日陪陪她。我想起先前他额角的伤痕，怕自己走后再生变故，便答应了下来。沈昭虽心中不愿，却也无可奈何，明面上对我倒还算客气。唯独裴伦，自从被我打了那几下后，越发怨恨，连吃饭都从不和我同在一桌。可我并不在意，如今留在裴府，无非是为了送老夫人最后一程，至于其他的事，都是无关紧要。然而，就连我对裴家最后的这点柔软，也很快被人打破。这天一早，我正在后院赏花，却被人从身后一把抱住。挣扎间，我一耳光扇在来人脸上，这才看清，竟然是裴秀。夫人多年不见，还是这般风韵犹存呢。我心知他来此肯定没什么好事，冷哼一声开口：“裴大人自重，我早已不是你的正妻，把手脚放干净些，有事就直说，没兴趣跟你拐弯抹角。”他自讨没趣。你是9000岁的养母，怎么没听你说过？说什么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？如今陛下卧病，9000岁在朝中只手遮天，他指头缝里露出来的丁点好处，都够多少人吃到撑了。如今裴家示威，要是能抱上9000岁的大腿，在朝中可就彻底翻身了。裴秀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这番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只让我觉得恶心。他愣在原地，额上青筋暴起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我裴家夫人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散。我裴家若能翻身，对你也有好处。我盯着那双曾经无比熟悉，如今却让我感到陌生的眼睛，只觉得他无可救药。伦儿刚升迁侍郎，正是需要人脉的时候。倘若有9000岁提携，还怕功名不成吗？当初逼我签和离书的时候，也是这般说辞，为了孩子，为了裴家，唯独没有为了我。他永远这般义正辞严，却干着最自私肮脏的勾当。恬不知耻的东西，沈昭也是瞎了眼睛，认不清你这种货色。我早就与裴家再无瓜葛，你若再纠缠不休，我保证裴家这辈子都翻不了身。我转身就要走，却被他一把拽住手腕。夫人是不是忘了？8年前可是你亲手撕了和离书，如今的你法理上还算我裴家主母，是我裴秀明媒正娶的正妻，就是死你也得给我死在府里，除非答应我的条件，否则想和离，你做梦！看着裴秀这副嘴脸，我心中最后一丝柔软也消失殆尽。既然他非要我做这个主母，那我便好好给这裴府立立规矩。我冷笑一声，挣开他的手。好啊，既然裴大人盛情难却，
这主母之位，我便暂且坐着。可若是我将这裴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你还不肯签这和离书，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，我便不会再与你客气。账本是沈昭亲自送过来的，还带来几个管事的下人和婆婆。他捧着厚厚一摞账册递到我手上，依然是那副贤淑温婉的模样，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。听好了，今后云夫人才是裴家的当家主母，一众事宜你们循她便是。若是不清楚底细的人，或许真会被他这副模样骗到。可我心里透亮，这当初能把我挤出裴家的女人，又怎会轻易把吃进嘴里的肉吐出来？为首的管家是个人精，皮笑肉不笑的抱怨几句。云夫人还真是心急，原本沈夫人就准备把掌事之权交还，如今这般匆忙，下面全乱套了。姐姐莫怪，府里的下人先前都是我在支使，突然换了管事的人，他们也难免有些怨言。你在外多年，如今突然回来执掌中费，怕是会有些力不从心。若姐姐不嫌弃，这半个月我愿意协助理事，也算替姐姐分忧。她笑得温柔得体，话却像绵里裁针。不用猜也知道，这些管家下人们平日里都受了她许多恩惠，念的都是她沈夫人的恩情。只要沈昭吩咐下去，他们怎么可能服我管教？倒是把事务处理得一团糟，落得个御下无能的名声。他再顺理成章地接过主母之位，一点点把我架空排挤出去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不劳你费心了。他自讨没趣，将指尖攥得发白，竟用帕子擦起泪来。我知道姐姐仍是怨我，既如此，我便不碍着姐姐的眼了。我自然清楚，沈昭不会让我顺心如意。刚翻开账本，我便觉察出端倪。府上一笔笔账目，进项和报款根本对不上，支出名目混乱不堪，一笔银钱像是长了翅膀，不知飞去了哪里。越往后翻，错漏越多，简直触目惊心。府里的下人们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个个都是见风使舵的好手，对我也一天天怠慢起来。端茶送水倒是照常，可吩咐下去的事，总要拖上许久才有人应。我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却宛若明镜。他们这是在给我下马威。这天午后，我路过回廊，无意间听见管家在跟几个小厮嘀咕：“让他查去，那账本里的烂账多了去了，他查得明白吗？你们几个吩咐下去，做圣故意磨蹭些。他问什么都说不知道，就算拖到猴年马月，咱们还有沈夫人撑腰，看他能怎么办。”几个人哄笑起来，笑声中满是讥讽。我站在廊柱后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好，很好，跟你们客客气气，却当我软弱可欺，那我便让你们知道什么叫雷霆手段。我径直走到庭院，命人敲响铜锣，召集全府上下所有的仆役，不多时便乌泱泱跪了一地。我单坐主位，将账本往桌上一拍，今日一个个给我对账，查不出个结果，谁也不许起身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却没有一个人动弹。沈昭不知何时也赶了过来，蹙着眉，一脸为难的开口：“姐姐，这府里上百号人，一个个对账，怕是要对到明年去了。再说这些下人大多是不识字的，你又何必为难他们？”我冷笑一声，好话都让妹妹说尽了，我反倒成了恶人。好话说尽都不行，那就别怪我给你们立立规矩了。话音刚落，一群身穿飞鱼服、腰佩绣春刀的锦衣卫便鱼贯而入，将庭院围得水泄不通。夫人，9000岁命我等贴身护卫，以领先斩后奏之权，但有差遣，万死不辞。满院的下人吓得脸色惨白，一个个瘫软在地。沈昭嘴角的笑意也僵在脸上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我冷眼扫视众人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楚地传进每个人耳中。今天查不出个结果，所有人一起重罚，这便是攻心的法子。当刀真的架在脖子上时，谁还顾得上替别人遮掩？果然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就有人撑不住了。夫人饶命！是管家让小的们瞒报的。对，还有王婆子，她每月虚报采买的银两，中饱私囊。刘管事也贪了，去年修花园的银子，他一个人就拿了800两。一时间，互相检举揭发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我命人一一记下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当晚，我带着面色惨白的沈昭去了书房，将账本狠狠甩在裴秀面前。裴大人好好看看，府上的贪腐烂账我已全部查清，贪污的下人共计17人，已命人押送官府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，不必要的开支全部砍掉。自明日起，裴府上下节衣缩食，包括你的用度也要减半。夫人，这是不是有些太过？裴大人命我执掌主母之位，当然要快刀斩乱麻，猛药治陈冲。你有意见吗？不敢。随即我话锋一转，目光落在沈昭身上。还有一件事，沈昭的月序是每月300两，可他这些年的开支每月3000两不止，超了10倍之多。沈昭的脸刷得惨白，嘴唇哆嗦着想要开口，却被我一个眼神堵了回去。裴大人，如此铺张浪费，
中饱私囊，应当如何处置？任凭夫人处置。沈昭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，再没了先前的从容。我走到他跟前，居高临下的开口：从今日起，你的月例砍到妾室应有的300两，多一文也没有。身为主母，多年来中饱私囊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重杖50，以示惩戒。主使长会打死我的，求你顾念往日情分，饶我这一回。往日情分，我若不顾念往日情分，把你打死也理所应当。你对太夫人干的那些好事，死100遍都不够。他的瞳孔骤缩，触电般连连后退。不是，我不再跟他废话，转身看向裴秀。裴大人，你这个京城人尽皆知的孝子，究竟是怎么当的？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指着跪在地上的沈昭，声音里强压怒火。太夫人额角的伤，身上的淤青，你以为是怎么来的？你说什么？你的好夫人沈昭这些年在背地里是如何虐待你生母的，你竟毫不知情。这不可能！就这还敢标榜自己是孝子？若是被圣上知道，你猜他会不会治你个欺君之罪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都是他，都是沈昭干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是他瞒着我，是他蛇蝎心肠。够了！来人！锦衣卫应声上前，将瘫软在地的沈昭拖起来。你不能打我，你没资格，我是裴家的主母。主母，从今天起你不是了。杖50，一下都不能少。那夜，裴府上下都听到了沈昭的惨叫，哭喊声撕心裂肺，穿过层层院落，连树上的鸟儿都被惊得飞走。50杖打完，沈昭已经昏死过去。我命府医去给他治伤，特地交代要让他受皮肉之苦，但人不能出事。伤好之后送去祠堂。次日一早，我正在房中侍弄花草，细细修剪一盆开得正盛的秋菊，门外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大门被裴伦一脚踹开。毒妇，你给我出来！裴伦怒气冲冲地闯进来，拳头捏得咯吱作响，他指着我的鼻子呵斥，连声音都在发抖。毒妇，你夺我母亲主母之位也就罢了，竟还要欺辱于她。50杖，她一个弱女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我放下剪子，不紧不慢地擦了擦手。他是自作自受，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按照他立下的家规做的。你……裴伦被我噎得哑口无言，半天吐不出一个词。他当然知道沈昭这些年立了多少规矩，罚了多少下人，那些规矩如今却报应到了他自己身上。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恨意。别以为有沈谦撑腰就能够肆无忌惮。很快，我就明白了裴伦口中的代价是什么。次日清晨，门口突然传来通报，说是沈贵妃驾到。她是沈昭的姑母，当今天子的枕边红人，也是后宫中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。我放下手中书卷，心中不禁冷笑。裴伦倒是好手段，救兵都搬到宫里去了。沈昭还真是养了个好儿子。我在正厅见到了贵妃，她一身华服珠翠环绕，美得不可方物，可那眼神却高高在上，一看就来者不善。果然，刚落座，她便不怀好意地开了口：按规矩，本宫远道而来，你这做主母不该奉杯茶吗？我知道他心怀不善，却还是命人取来茶具，亲手沏了一盏茶，端到他面前。臣妇向娘娘请安，他却看都不看一眼，只慢悠悠地拿起茶壶，对准我手中的茶盏开始倒。点点滚烫的茶水溅到我手上，针扎似的疼。他却像没看见一般，边倒边笑着开口：按规矩，本宫远道而来，你这做主母的不该奉杯茶吗？听说你是沈炼那个阉党的养母。他抬眼看我，语气中带着几分轻慢，真是好大的威风。滚烫的茶水已经溢出茶盏，我被烫的手一抖，茶盏掉在地上摔得粉碎，瞬间瓷片四溅。沈贵妃放下茶壶，脸上的笑意骤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凌厉的狠劲。我的侄女也是你配罚的！清脆的响声在正厅回荡，我捂着脸，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。一个乡野村妇，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在本宫面前摆主母的架子！我的嘴角渗出一丝腥甜，指尖被捏得泛白，随即不卑不亢地开口：沈昭受罚，条条有理有据，便是圣上亲自来判决，照样会这般惩戒。沈贵妃冷笑一声：他干了什么，也轮不到你来管。本宫今日把话撂在这儿，你若识相，便乖乖把主母之位还给沈昭，亲自向他磕头赔罪；否则，本宫有100种法子，让你生不如死。这女人之所以嚣张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她是皇帝跟前的宠妃，在宫中骄纵惯了，就连权倾朝野的沈炼也要惧她3分。若当真吹起枕头风，不仅我要遭殃，连宫中的沈炼也会被牵连。我死死攥着袖口，将心中翻涌的怒气强压下去。沈贵妃越发得意，居高临下的冲我开口：怎么怕了？你呀，就像个被裴家扔掉的破茶盏，碎都碎了，还以为自己能恢复如初。莫说本宫不近人情，我今天便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能亲手把这碎茶盏拼好，本宫便大人大量
不与你计较。他顿了顿，语气陡然转冷。若是拼不好，你那养子沈炼便要替你遭殃。我盯着地上那些碎瓷飘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。女子本弱，为母则刚。若是只为自己，我当然可以豁出性命，跟这女人拼个你死我活。可如今为了孩子们，我不能轻易和她翻脸。我深吸一口气，伸手去捡地上的碎瓷片，锋利的瓷片割破指尖，鲜血瞬间涌了出来，一滴滴落在碎瓷上，像雪地里的落梅，十指连心。指尖传来的剧痛让我浑身发抖，裴伦却站在一旁，嘴角还挂着冷笑。毒妇，当初你杖打我母亲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我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，却还是咬牙将最后一片碎瓷拼成完整的茶盏。沈贵妃不紧不慢地品着茶，却突然笑出声来。还没完呢，她抬起脚，一脚踩了上去，哗啦一声后，碎瓷散了一地。她满意的欣赏着我的狼狈，抓着我的手一把按向地上那些锋利的碎片。不长眼的乡野村妇，今天本宫就废了你的手！住手！众人齐齐回头，只见一个身着官服的年轻女子大步走进来，身后还跟着2队侍卫。只一眼，她便看到了我血肉模糊的手，瞬间脸色一变。母亲！贵妃为之一愣，面前这英气十足的女子，正是御前最有权力的女官萧瑾，也是我的女儿。她紧紧攥着我的手，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口，眼眶微微泛红，真是母女情深。早就听说萧大人有个养母，没想到竟然是她。萧瑾起身看向沈贵妃，眼神凌厉如刀。贵妃娘娘，为何要如此咄咄逼人？沈贵妃冷哼一声，她欺辱本宫执命，本宫堂堂贵妃，难道不能教训这不知好歹的村妇？她上下打量了萧瑾一眼，阴阳怪气的开口：怎么？莫非萧大人因为和他的关系想要徇私？萧瑾攥紧拳头，指节捏得咔吱作响。我分明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杀意，可很快便被压了下去。这孩子被我自小养大，向来是个睚眦必报的性子，可如今他却难得现出了几分沉稳。萧瑾深吸一口气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既然贵妃娘娘说了，那下官便公事公办。按照我朝例律，后妃出宫探亲要到内务府走6道手续，得了令牌才能出宫。他抬眼看向沈贵妃，不知道娘娘可有令牌？沈贵妃的表情明显一愣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。她向来仗着宠爱，在宫中横行无忌，又哪里会费时费力的去办什么手续？萧瑾继续步步紧逼，声音也越发凌冽。陛下侧备监察之责，担负监察百官后妃之责。若娘娘想公事公办，那下官便公事公办，没有令牌私自出宫，娘娘可知该当何罪？沈贵妃被逼到角落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随即气急败坏的呵斥：萧瑾，你想与本宫作对吗？他的声音尖利刺耳，可谁都看得出来那不过是色烈内沉。萧瑾却不卑不亢，语气轻描淡写：下官若非要与娘娘作对呢？你大胆！本宫摘了你的乌纱帽！我却很清楚萧瑾的性子，这孩子向来吃软不吃硬，贵妃的威胁非但不会让他退却，反而会彻底将他支怒。果然，他上前半步，不卑不亢的开口：娘娘这是在威胁下官，我的官位乃是陛下亲赐，除了陛下，没人能将我免官。娘娘想罢我的官，先向陛下请一道旨意，再让吏部亲自下达命令。贵妃死死瞪着萧瑾，将指尖捏得发白。对她这般欺软怕硬的人来说，最怕的便是萧瑾这样的瘟神。太后娘娘近日唤臣去与她下棋，若是臣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太后娘娘问起来，恐怕不好办呢。在后宫之中，若是惹恼了太后，即便有皇帝的庇护，也免不了责罚。她攥紧手中的帕子，脸上的表情几度变换。算你狠，我们走。可萧瑾却拦在他跟前，冷笑一声开口：娘娘是不是忘了什么？打伤臣的母亲，就想这样一走了之？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？那你想怎样？萧瑾的目光落在我手上，声音随之冷了几分。当然是以牙还牙。臣母亲所遭的罪，也请娘娘试试有多疼。沈贵妃的脸色瞬间煞白，后退半步，声音都在发颤。你敢？本宫可是贵妃！萧瑾却不为所动，从袖中抽出一柄匕首，一步步朝贵妃逼近，直到她退无可退。有何不敢？随即，萧瑾将匕首递给我，如何处置，请母亲定夺。我接过匕首，沉甸甸的握在手里，冰凉刺骨。我是贵妃，别过来！我走到贵妃面前，高高举起匕首，寒光映出她惊恐万状的脸。片刻后，屋里响起一声惨叫。萧瑾命侍卫在府外等候，自己则半蹲在我跟前，小心翼翼地替我包扎手上的伤口。母亲也太心软了。那女人罪有应得，若是女儿，一定废了她的手。你为何在最后时刻把匕首扔了？我看她咬牙切齿的样子，心中莫名涌起一股暖意。她还是和小时候一样，见不得我受欺负。她到底是贵妃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以牙还牙，不过是脏了自己的手。况且我握上她的手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我还会送他们一份大礼。锦衣卫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不出3日，
一份厚厚的册子便摆在了我面前，上面清楚地记录着沈贵妃这些年是如何以赏赐之名，将宫中的珠宝珍玩源源不断地送往裴府。这是调查沈昭开支时的意外收获，没想到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。比起身体上的以牙还阳，把他拉下高位碾碎成泥，更能解我心头之恨。我将证据汇合成册，差人送到太后跟前。太后宫大怒，气得将茶盏砸了一地。她早就看不惯沈贵妃的骄奢淫欲，只是苦于没有把柄。如今证据确凿，她如何能忍？次日，宫里来了几个传令的太监，二话不说直奔裴府正厅。何府上下跪了一地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太后懿旨：沈昭情行败坏，贪婪无度，勒令裴秀即刻休憩，出家门。沈昭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，身子一软瘫倒在地。裴秀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眼中掠过几分挣扎，却也只持续了片刻。当着太监的面，他亲手将休书递到了沈昭面前，把这和离签签了吧，为了裴府，也为了伦儿。我在一旁看着这一幕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为了孩子，为了裴家。他对沈昭所说的，与当初对我说的如出一辙。如今轮到沈昭自己，也算是天道好轮回。他看着那封休书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串般往下掉，哽咽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连太监都看不下去，不冷不热的出言嘲讽。裴大人还真是识时务，8年夫妻之情，修起来倒是毫不犹豫。待宫里人走后，裴伦怒不可遏，指我鼻子破口大骂：“都是你害得裴家变成这样！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！”话未说完，裴秀一记清脆的耳光便狠狠将他打断。住口！还没看清形势吗？他如今已经身败名裂，再不跟他划清界限，裴家和你的前程就全毁了。沈昭被逼着签下休书，被赶出了裴府。走的时候，身边没有一个送行的人。曾经对他一往情深的裴秀，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曾经视他如亲生母亲的裴伦，躲在房中，门窗紧闭。我站在门前送他最后一程，看着当初那个让我恨之入骨的女人，如今却佝偻着背，一步步走出裴府的大门。临走前，他怨毒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你一定不得好死。”我定定地看着他，心中却掀不起一丝波澜。你错了，裴伦、裴秀或是裴家，对我来说早已是昨日黄花，是可有可无的东西。有没有你们对我不重要，没有你们对我很重要。几日后，城中传来消息，沈昭投湖自尽了。他在冰冷的湖水里泡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。裴府没有派人去，沈昭自身难保，更顾不上他。我放下手中的茶盏，心中一阵唏嘘。这孩子模样生得极好，我本想让他学些琴棋书画，将来找个好人家嫁出去，也了算却我一桩心事。母亲，女儿想考取功名，我知道她性情坚毅，一旦认定的事便绝不会改变。她对自己的要求几近苛刻，我常劝她不必那般刻苦。这孩子模样生得极好，我本想让她学些琴棋书画，将来找个好人家嫁出去，也了算却我一桩心事。母亲，女儿想考取功名，我知道她性情坚毅，一旦认定的事便绝不会改变。她对自己的要求几近苛刻，我常劝她不必那般刻苦。当生父找到她的时候，她看向我，我在这世上从来只有一个母亲，她叫云琛。跟2个兄姐比起来，你去找9000岁，找萧大人。这一次，咱们一起死。死牢里阴暗潮湿，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的臭味。裴秀衣衫凌乱地缩在角落，再也没了往日的体面。她扒着牢门，几乎要望眼欲穿。云琛，你想想办法。沈炼不是你的养子吗？萧瑾不是你的养女吗？让他们去求求情，救救！蠢材，这可是圣旨，他们再有权势，难道还能违背圣意不成？裴秀愣在原地，眼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失殆尽。裴家彻底完了。另一边的裴伦眼中满是血丝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：“你先前全是虚张声势，沈炼和萧瑾根本救不了你，这下一起死吧！完了，全都完了！”你们父子俩还真是一脉相传，一样的见风使舵，一样的薄情寡义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直视上他的眼睛：“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，而是沈昭生下的野种。”裴伦僵在原地，眼神从愤怒变成困惑，又从困惑变成恐惧。你说什么？我看向裴秀，冷冷开口：“裴大人，我说的对吗？”裴秀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额头上青筋暴起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你当初早就和沈昭勾搭成奸，悄悄把在外的私生子，如今的裴家世子裴伦抱养回家，再演一出孩子生病的戏码，让沈昭名正言顺地进入裴府。至于我的亲生骨肉，早在我离家3年时就已经夭折了。裴秀瘫坐在地上，嘴唇也动了好几次，终于挤出一句完整的话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我怎么知道？裴秀，
你每天晚上不会做噩梦吗？整整8年，我查清了所有的事，那个老道士那场怪病，还有3年的分离，全都是他们设的局，为的就是让沈昭名正言顺的取代我。裴伦僵在原地，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。父亲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裴秀低着头没有说话，可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。裴伦咬着牙，浑身都在发抖，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困兽。突然，他猛地扑向我，双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，力道大的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捏碎。害死了我娘！我要你给我娘陪葬！空气被一点点挤出肺腑，眼前开始发黑，耳边也嗡嗡作响。我挣扎着想要掰开他的手，可他的力气却大得出奇。去死吧，毒妇！就在我快被掐得喘不上气的时候，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我听到牢门被打开的声音，随即一声怒喝，火把的光瞬间照亮了整个牢房。给朕拿下！当今皇帝竟然来了天牢，侍卫们冲进来将裴伦按倒在地。我大口大口地扶着墙喘息。威严十足的年轻皇帝大步走进来，居高临下的对裴伦开口：裴伦，你可知罪？你是……皇帝却没有再看他们一眼，而是转过身走到我面前。母亲受苦了。赵桓，那个心狠手辣的落魄皇子，那个被皇帝派去带兵历练的少年，如今已经是这天下之主。老皇帝几日前病逝，赵桓顺理成章地登基成了新帝，而他也是我日日挂念的孩子。裴秀瘫坐在地上，面如死灰，嘴里喃喃自语，却一个字也听不清。裴伦被侍卫压着，眼神空洞，活像一具行尸走肉。他们终于明白了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虚张声势。锦衣卫、沈炼、萧瑾，这些都不是我的底牌，我真正的底牌是那坐在龙椅上的95之尊。半月后，天牢里传来裴伦和裴秀自杀的消息。不知道是皇帝的手笔，还是这对父子真的被绝望击垮，8年的债也随着他们的死落下了帷幕。皇帝念在我的情深上，放了裴府的其他人，还保留了裴家的产业，给裴家留下最后一点念想。尽管瞒了裴老夫人很久，他还是从侍女那里得知了消息。受不住打击的他一病不起，在半月后病逝。我按照约定，亲自为他操办了后事，葬在了裴家的祖坟里。他是这裴府里唯一对我好过的人。我欠他一份情，如今也还了。如今的我清清白白，却也孑然一身。老夫人下葬的次日，圣旨便到了。皇帝敕封我为护国夫人，赐黄金1,000两，府邸一座，11次3000户。我跪地接旨，心中却出奇的平。那些年的泪，那些年被辜负的一切，终于有了。当初离开裴府后，第一个遇到的便是沈炼。初见他时，这10来岁的少年被人打得鼻青脸肿，怀里抱着一块抢来的面饼，那饼早就发了霉，又在地上沾了许多尘土，他却毫不在意地往嘴里塞。我从一旁的摊子上买来肉包子递给他，这小兽般的孩子眼中立刻泛起了光亮，随即竟抱着我的腿失声痛哭。他们说只有娘才会对我这么好，你是我娘吗？我心头一软，带走了他，请人教他读书认字。自此之后，2个被抛弃的灵魂便相偎在了一起。母亲，等儿功成归来，定为母亲请封诰命夫人。痴儿，母亲不要功名利禄，只要你平平安安，便是母亲一生所愿。萧瑾是3个孩子里的2姐，她本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却因为是妾室所生的庶女，在府上备受冷眼。她的生父是个迂腐的老混蛋，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，对她也从不关心。母亲死后，她受不了主母日日的打骂与排挤，逃了出来，是我救下了她。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裴秀本以为送走沈昭，日子便能安生下来，可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。那日一早，我正坐在窗前绣一方帕子，门外却突然传来急促的马蹄声。老爷，外面来了好多禁军。裴秀、裴伦父子勾结4皇子，一同谋反，罪无可救，将裴家满门下狱，秋后问斩。冤枉！臣冤枉啊！臣从未勾结过4皇子。裴大人，有什么话留着去跟天牢的狱卒说吧。拿下！夫人，救救裴家！赵桓这孩子的命运不能说是悲惨，倒算得上是天生好命。最终竟然异想天开，主动请缨要去边疆沙场建功。可战场的残酷，又岂是他一个自小身居宫中的皇子承受得了的？我在路边捡到他时，这孩子已经3天水米未进，饿得奄奄一息，还断了一条腿。我将他带回去悉心调养，他很快便又生龙活虎起来。他常说战场可怖，几日前还同自己插科打诨的好友，几日后变成了路边的白骨。每每提及，他总是一脸惊惧，常说自己此生再也不要上战场。一向好脾气的我，第一次发了脾气。那些将士的血，
都是因为你留的。你要还是个男人，就去把敌军赶出去，替他们报仇雪恨，而不是藏在这里当个缩头乌龟。他愣了半晌，从小到大从未受过委屈的他，第一次哭得像个孩子。孩儿自小没了母妃，幸得母亲收留，恩同再造。母亲放心，孩儿定当牢记嘱托，绝不让将士们的血白流。他的确说到做到。不久后，边疆的将士们便见到了这位脱胎换骨的皇子。每次冲锋，他都一马当先掠阵，将士们也都士气高昂，将边疆的敌军打得溃不成军。老皇帝惊诧于他的变化，诸位兄弟也觉察到了这位纨绔皇子的威胁，可他早就不再是那个天真的赵桓了。任何想从他那儿夺走什么的人，都将付出血的代价。母亲，孩儿祝您福寿安康。母亲，这是孩儿亲手绣的云锦，您做成衣裳穿。母亲，这顶轿辇是孩儿特意定制的，以后出入宫禁都方便。我看着他们三个，眼眶微微发酸。我的三个孩子，一个是全清朝服的9000岁，一个是御前最有权势的女官，个心狠手辣的落魄皇子，如今是坐拥天下的帝王。他们都不是我的亲生骨肉，可他们却都是我最爱的孩子。又是一年除夕，窗外爆竹齐鸣，绚烂的烟火绽放在夜空中，将整座皇宫照得亮如台墙。我看着膝下承欢的三个孩子，嘴角勾起一抹微笑。这世间有些缘分不是血脉，却胜似血脉；有些账不是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往后余生，那些山外青山，我要自己亲眼去看。